美国到底怎么了？美国打这场关税战，从外部看似乎是为了制衡东方，解决贸易逆差，制造业回流。但是如果站在他国内的视角重新去看，会发现一件事情，他是给自己的伤口在止血。美国到底怎么了？在很多人眼里，美国不是挺强大的吗？明明还是全球科技霸主、金融霸主，还有全球高等教育的制高点。但是这只是硬币的其中一面，另外一面是街头躺着无家可归的人，账单压垮的中产，还有枪声穿过教室，还有城市无法控制的毒品泛滥。美国的问题不是它强不强，而是它强得太极端了，强在资本、技术和全球影响力，却弱在结构和分配。系统严重失衡了。当经济解决不了问题，政治手段就会被拿出来，这就是政治家转移矛盾的一种手段。历史上每一轮的技术革命都会带来一次结构性的财富重组。技术革命意味着生产力的提升，经济的增长，也就意味着财富分配机制将被重新洗牌。朴素的来说，就是资本家吃大肉肉，底层喝汤汤，皆大欢喜。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，地主阶级衰落，工业资产阶级崛起，农业人口向城市工厂聚集，出现了工人阶层。当然，这加大了贫富差距嘛。英国 GDP 从1700年到1850年增长了近6倍，但是工人实际工资几乎是停滞的。这后来就催生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。第二次工业革命跟第一次是差不多的，技术的进步虽然是分配不平等，但是底层老百姓也是有一点汤可以喝的。比如美国普通装配工人收入高，福利好，蓝领工人可以活得很体面、稳定、有希望。这就叫做技术红利在国内循环，产业链在本土闭环。到了第三次技术革命，事情就发生了转折。第一次革命，工人也喝到了汤；第二次革命，中产吃上了肉渣渣；到了第三次，技术起飞了，工厂却搬走了，连汤都没有在美国剩下。这一次技术飞跃没有给美国本土的中产和底层带来更多的红利了，制造业外包的浪潮在美国兴起，从亚洲四小龙再到日本、韩国，再到中国、印度、东南亚等等。科技巨头的总部还在美国，但是工厂、客服、装配线全都在海外了。结果就是财富集中在硅谷和华尔街，成本就转嫁给全球了。这一回，美国本土的底层老百姓就喝不上汤了。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保罗·罗默所指出的，技术创新创造的是指数级的增长回报，但是这种回报只是奖励极少数拥有知识资本的人。美国今天的问题是系统设计的必然结果，这件事情特朗普的前任们都是十分清楚的。比如90年代克林顿任期内，美国政府推出居者有其屋战略，就是让就业困难的低技能工人有房子住嘛。当制造业保不住底层的时候，政府就用房子来给他们换卷。如果用高大上的语言来总结，就是用金融工具对冲分配问题的政治手段。小布什政府继续沿用了宽松的货币政策，于是酝酿已久的危机终于在2008年爆发了。资产泡沫盖过真实的繁荣，社会问题只是被推迟，但是并没有被解决。拜登和特朗普用制造业回流试图解决这个结构性的问题，但是似乎是力不从心的。它不是科技的错，更不是中国制造的问题，而是美国制度这台机器老化了。你可能会问，如果他们知道自己制度出了问题，为什么不改革，而是搞贸易战呢？答案很简单，改革太慢了，选票可等不了。真正深层的问题是，不只是资本主义结构出现了故障，而是民主体制的运行逻辑已经有问题了，已经与经济系统脱节了。民主制度的总统选举是4年一次的交接，是用投票决定方向的。理论上它是代表着公平与民主，但是它也有硬币的正反面，一面是权力来自于人民，另外一方面是政策服务于选票。一面是选举带来了活力，另外一面是长期改革没有人可以承担。真正意义上的结构性的变革，比如说是税收体系的再平衡啊，教育公平的修复啊，制造业链条的重建等等，
少则5年，多则10年才见效呢。但是在一个以4年为单位轮替的政治机器里边，任何超出任期的改革都不是政绩，而是风险。那哪个总统会冒着中期选举的风险呢？于是你就看到，不能解决通胀就先刺激，留不住制造业就先上关税，房价压不住就放水让人去贷款买房啊。政策不是为了修复未来，而是为了安抚现在。就像是生病了，那就打止痛药吧，而不是做手术。这不是谁的错，也不是哪一届政府的错，而是制度的结构。谁也不知道它能够撑多久，谁也不知道美国是否会出现真正能拯救美国的总统。当然，我不是在歌颂另外一种制度，任何制度都是有盲点的，都是会在长期的运行当中暴露出问题的。东方也是有东方自己的结构性问题嘛。民主体制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，但是它的问题是在于解决所有问题都是很浮躁的，没有办法长期主义的。它允许人民决定方向，但是也让政策永远都绕不过选票啊。当每一次制度性的动刀动了不同阶层的利益，那你总统就不要先当了。那怎么办呢？他们只有一个字：拖。这就是今天的美国，焦虑浮躁，像一个曾经不可一世，如今却开始害怕衰老的中年人。外表看起来还很有力量，里子已经出现了裂纹。他怕改变，也怕被超越，怕的其实就是他自己。好了，我说完了，再见。